我这辈子从香港一个住在板间房的穷孩子，一路走到现在，钱我赚过，也差点失去过，生意我做成了，也做砸过。很多人以为商场上最让人夜里睡不着觉的是金融风暴，是某笔大买卖输了，其实不是。我活到90几岁，回首大半生，真正让我刻骨铭心的痛，从来都是看错了人。你们也许觉得看人靠的是直觉，或者是多年积累的社会经验，但我发现很多人用了一辈子的经验，却依然在晚年栽了大跟头。为什么？因为他们脑子里中了一种叫做直线思维的毒。什么是直线思维？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极品定制西装，带着几百万的名表，出入有豪车接送时，你的脑子里就直接画出一条直线，这个人有实力，这个人值得信任，跟着他合作很安全。所有人都教你要看外表，要先敬罗衣后敬人，但没人告诉你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向外证明什么。越是疯狂武装外表的人，往往内里越是千疮百孔。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有一位老朋友是香港本地人，早年做纺织起家，经历过香港60、70年代轻工业起飞的苦日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派生意人，一辈子本本分分，对家里人极好，赚的每一分都是厂里机器转出来的辛苦钱。就在他70多岁，本该安度晚年的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大生意伙伴。那个人每次出现排场极大，身上穿的是在萨维尔街高级定制的名牌西装，袖口闪烁着纯金打造的袖扣，手腕上戴着一块极其昂贵的百达翡丽。哪怕只是在酒店大堂喝杯普通的下午茶，跟着他的2名助理也是西装革履，提着名贵的纯皮公文包。我这位老朋友看了一辈子布料，自认眼光毒辣。他看着这个阵仗，心里的那条直线就画出来了。他心想，这个人日常开销都如此惊人，底子肯定深不可测，跟着他投资稳赚不赔。结果是什么呢？他把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连同儿子原本准备在九龙买房的首期款，全部投进了那个人的项目里。不到半年，那个人卷款跑路，人间蒸发。我这位老朋友受不了这个打击，在医院病床上躺了整整3个月。出院那天我去探望他，他整个人老了10几岁，红着眼圈，颤抖着声音问我：李先生，我这双眼睛看了一辈子人，怎么临老了却瞎得这么彻底？我看着他，心里很沉重。我跟他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是你用错了看人的方法。你只看到了金表和西装，却没问过自己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一个内心真正踏实、资金流真正健康的人，需要每天靠这身行头来向别人证明自己有钱吗？根本不需要。我认识不少真正的大富之人，他们往往穿得极其低调，即便身家1000亿，依然戴着几十年前的旧手表，穿着普通的深色外套，因为他们心里是安定的。他们的信用品格就是最好的名片，不需要向任何人表演炫耀，本质上是一种软弱。做生意就像是种树，你不能每天去刨开土看根长了没有。你见过哪棵根深蒂固的大树需要每天摇晃树枝来证明自己结实？反而是那些没有根的浮萍才需要拼命开出鲜艳的花，好掩盖自己随时会被水流冲走的虚弱。当一个人开始疯狂地用名牌、用极其奢华的外表来包装自己时，这背后往往隐藏着极大的恐惧。他的资金链可能已经在断裂的边缘，信用已经透支到了极限，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这种极度张扬的外壳给自己壮胆，来迷惑像你这样的老实人，让你心甘情愿地去替他填那个深不见底的窟窿。我年轻的时候听一位做了几十年生意的前辈讲过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一个故事。那个年代世道极差，兵荒马乱，很多大商号都在苦撑。有一天，一个外地的绸缎商人来找胡雪岩谈一笔大买卖。这个人进门的排场极大，身上穿着最顶级的苏绣长袍，手里把玩着极品玉扳指，随从个个穿戴华丽，
说话底气十足，仿佛他肯找胡家做生意，是赏了胡雪岩一个天大的面子。胡雪岩手底下的掌柜们全都兴奋了，以为盼来了大财神，纷纷劝东家赶紧把合约签了。可胡雪岩只在屏风后面安静地观察了一番，出来客客气气地请人喝了杯茶，就把人送走了，一文钱的生意都没做。掌柜们急坏了，追着问为什么放着嘴边的肥肉不吃。胡雪岩说了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他说：你们只看到了他身上的绸缎，却没有看到他骨子里的惶恐。在这般艰难的世道下，真正有底气的大户人家全都在收敛，在节俭，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招摇过市。这个人偏偏在这种时候穿得如此奢华，连随从都打扮成暴发户，这是在强撑场面。他的钱早就见底了。果然，不到半个月，那个商人的钱庄全面倒闭，卷款潜逃。各位，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智慧的精华。透过最华丽的表象，看见最深处的虚弱。《易经》里讲亢龙有悔，一条龙飞得太高，脱离了大地，必然要跌落。好景时留伞，坏景时撑伞。而那些在狂风暴雨中还要拼命展示华美外衣的人，往往是要拿你的命去挡他的雨。我们不要去羡慕那些浑身散发着金钱味道的人，更不要因为别人的一身名牌，就轻易把自己的信任和一辈子的积蓄交托出去。那身不合时宜的华丽衣服，就是他命运即将逆转、拉人垫背的信号。你这个时候跟他沾边，就是把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养老钱往深渊里扔。避开这种用华丽迷惑你的人，是你晚年守住财富的第一步。但这仅仅只是防守的开始。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不用名表和西装骗你，他们会换上另一副面孔，用一种让你极难防备，甚至觉得拒绝他们就是犯罪的方式，慢慢抽干你的血。这种人可能就在你现在的圈子里。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经历过战乱、贫穷、吃不饱饭的岁月，所以到了晚年，多数人心底极其善良。这本是好事，是大家一辈子修来的福气。但你们必须要知道，世间有一种人，专门就是盯着你这份善良下手的。刚才我讲了，不要被华丽的外表骗了。很多人听完就会想，那我以后就专门去亲近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看起来可怜的人，这种人肯定老实可靠，不会骗我。如果你真的这么想，我告诉你，你不仅会再一次掉进陷阱，而且这一次你会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你只是从一条直线的开端，盲目地走到了另一条直线的末尾。我们总以为贫穷就代表老实，寒酸就代表善良，这恰恰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盲区。各位静下心来想一想，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种人？他每次出现在你面前，永远是那几件洗得发白、领口磨破的旧衣服。不管什么场合，他总是整个人灰头土脸，坐在角落里唉声叹气。他通常不会直接开口找你要钱，他只是反反复复地跟你讲同一个剧本。老母亲又生病住院了，孩子的学费又交不起了，做点小本生意又被无良的供货商坑了。他就像一台老旧的播音机，一遍又一遍地在你面前展示他的悲惨。他在等什么？他在等你的慈悲心受不了。终于有一次，你看着他那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心软了。你悄悄从自己的养老存折里取了笔钱塞给他，告诉他先拿去应急。你以为你在积德行善，是在帮一个被生活按在泥里的老实人渡过难关。结果呢，这笔钱往往是石沉大海。没过多久，他又穿着那身破衣服，带着全新的悲惨故事，再次出现在你家门口。你给了一次，就得给第二次。等到哪天你自己的手头也紧了，你敢跟他说一个不字，他立刻就会变脸。他会在外面四处败坏你的名声，说你见死不救，说你为富不仁，甚至刻薄地说你的钱来路不正。你不仅损失了辛苦攒下的养老本，还惹了一身甩不掉的闷气，连高血压都要犯了。我做了几十年的生意，见过太多太多这种事。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善良若没有底线，就会沦为别人源源不断吸血的工具。有一种人明明有手有脚，却刻意把自己打扮成最可怜的模样。
那身常年不换的破衣服，根本不是他的真实处境，而是他用来对你进行道德绑架的利刃。他用这身打扮，让你在心理上产生负罪感，让你觉得拒绝他就是一种恶。历史上把这种半产之术玩到极致的人，是西汉末年的王莽。王莽出生于当时西汉最显赫的外戚家族，他的那些堂兄弟们，一个个锦衣华服，互相攀比，声色犬马。可王莽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平时只穿最粗糙的布衣，甚至连他的妻子出门迎接客人，穿的衣服也打着补丁，连普通的下人都觉得寒酸。他把自己的俸禄全部分给穷人，遇到灾荒年更是带头吃素。这消息一传出去，全天下的人都被感动了，都叫他活圣人。大家觉得这么清心寡欲、穿戴如此寒酸的人，绝不可能有贪念，更不可能有私心。最后，他就是用这一身破布衣赢得了天下人心，兵不血刃地篡夺了大汉的江山。可当他真正大权在握，坐上龙椅之后，本性立刻暴露无遗。他推行严刑峻法，把天下弄得大乱，民不聊生，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老祖宗讲过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叫做物极必反。把悲惨当成社交名片的人，不是老实本分，而是骨子里藏着极深的心机。一个人偶尔落魄，穿得寒酸，这是运势的低谷。我们要有同理心，能帮一把是一把。但如果一个人长年累月的在人前扮演悲惨，把破衣服穿成了半永久的伪装，这就是在用惨来谋划算计，控制周围的人。遇到这种人，我把我这几十年的心得浓缩成5个字送给你们：救急不救穷。如果他走在路上突然摔倒，或者突发疾病，你要救，这是人性的底线，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但他如果是常年哭穷，反复来要，这就是一种无药可救的穷病。不要用你的养老钱去填别人永远装不满的穷病。对付这种人，我们要用太极里的功夫，我叫他4两拨千斤。这个时候，你绝对不能当面义正言辞地拆穿他，那会惹来无尽的小人报复。你要比他更惨，你要学着重重地叹一口气，眉头皱得比他还紧。你要一脸愁容地跟他说：“老伙计，你不知道我比你还难啊！我那点退休金，前阵子刚被儿子借去还了房贷，连下个月买降压药的钱都要精打细算。我正愁着不知道去哪借点钱呢。你这有没有富余的？先借我几百块顶一阵，你陪他一起叹气，把责任推给儿女，推给客观原因。记住，1分钱现金都不要动。但你可以站起来去厨房给他端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或者拿2袋米塞到他手里，这叫外圆内方。如果他是真正遇到困难的老实人，他吃了这碗面，拿着这2袋米，心里会对你感恩戴德，记你一辈子的好。如果他是来习惯性吸血的，他心里早把你骂得半死，因为他要的是真金白银的现金，不是你那碗面。他看你这里榨不出油水了，甚至还要反过来向他借钱，他自然就会觉得没趣，离你远远的，再也不来烦你了。这样你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养老钱，也没有漏下任何画饼，更看清了这个人底子里的真面目。这2种人，一种用华丽来迷惑你，一种用寒酸来绑架你。这是我们晚年生活里最常见也最容易让人掏钱的2种危险。但我必须提醒你们，这还不是最难防的。世间万物都在无时无刻的发生变化。如果说华丽和寒酸是静态的伪装，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第3种人是动态的陷阱。这种人出手极快，留给你反应的时间极少。一旦你察觉晚了，多年的交情和一辈子的资产都会在瞬间灰飞烟灭。这才是我做生意这么多年见过最可怕的变局。我讲过华丽的伪装，也讲过寒酸的绑架。这2种人其实都在明处，只要你守住心里的底线，不贪婪，不盲目泛滥同理心，他们就很难伤到你的筋骨。但我这大半辈子在商海里浮沉，经历过香港最繁华的年代，也熬过最险恶的风浪。我见过的最致命、最让人猝不及防的危险，往往来自暗处，来自你最不设防的人。
这就是我要告诫你们的第3种情况，《易经》里的突变密码。《易经》这部老祖宗传下来几千年的大智慧，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字：变。天底下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而这世间最变幻莫测的就是人心。请你闭上眼睛想一想，你有一个认识了几十年的老朋友，或者一个跟你一起合伙做过点小生意的老伙伴，你们之间知根知底。这个人平时的穿着极其朴素，甚至可以说是不修边幅，10几年、20几年如一日。你见他的时候，他永远就是那几件极其普通的旧衣服。因为这份长久的熟悉，你对他毫无防备，你觉得他老实本分，你甚至放心的把一些积蓄交给他打理，或者把钱借给他去周转。可是有一天，毫无征兆的，你发现他变了。他以前从来不穿名牌，突然之间换上了一身极其考究的高档定制西装。他以前出门总是随便套件旧外套，突然之间手腕上出现了一块闪闪发光、价值不菲的名表。不仅是衣服变了，你仔细观察，连他说话的腔调都变了。原本憨厚的声音变得油滑，原本质朴的眼神变得闪烁不定。他笑起来的样子，让你觉得哪里不对劲，却又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对劲。这个时候，很多人不仅不会警惕，反而会在心里替他高兴。你也许会想，老朋友终于熬出头了，终于碰上大运气，过上好日子了。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我必须非常严肃地告诉你，就在你心里替他高兴的那一刻，致命的危险已经悄悄缠上了你。长期的朴素说明内心的秩序，而短时间内的外在巨变，往往是欲望失控、命运逆转的信号。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如果几十年没有太大的变化，说明他内心的世界是相对稳定、有秩序的。他的财富积累，他的生活节奏，都在他自己能掌控的范围之内。但当他的外在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剧烈的突变，这绝对不只是他去商场多买了几件衣服那么简单。这背后意味着他的内在欲望已经被彻底放大，意味着他新结交了极其危险、极其复杂的圈子，意味着他的价值观、他对金钱的态度，甚至他对你们这段几十年关系的重新定位，全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简而言之，站在你面前的，虽然还是那张熟悉的脸，但他已经不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了。当一个人的欲望膨胀速度远远超过他驾驭财富的能力时，他就会去豪赌，去借极高的杠杆，去做那些刀口舔血的生意。他那一生突然出现的华丽行头，往往不是因为他真的赚到了钱，而是他为了融更多的资，借更多的钱，给自己强行披上的一层黄金铠甲。这个时候，你如果还用以前的老眼光去看待他，还对他保留着过去那种毫无保留的信任，你就是在主动把最脆弱的软肋敞开，交到一个已经失去理智的赌徒手里。历史上每一次真正惨烈、让人倾家荡产的背叛，事前都会有这种穿衣突变的微弱信号，只是多数人都被旧情分蒙蔽了双眼，不愿去看。我记得早年在香港塑胶花厂刚刚起步的时候，我认识一个非常踏实的行家，大家都是苦出身，平时穿着粗布工装，满手都是机器的油污。后来他自己出去单干，我们一直有资金上的往来，互相帮衬。有一阵子，香港的投机市场极其疯狂。有一天他来找我，身上那件旧工装不见了，换成了顶级的真丝衬衫，脖子上戴着粗大的金项链，说话的声音都比平时大了1倍，满口都是如何翻倍，如何一夜暴富。我看着他，心里立刻就沉了下来。我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在送走他之后，立刻交代底下人悄悄清算，并收回所有与他相关的担保和往来账目。果然，没过多久，市场一转向，他因为过度借贷，倾家荡产，连夜跑路。很多信任他的老朋友都被连累得血本无归，晚景凄凉。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最大的愚蠢就是惊动对方。你要像水一样平静地退潮，而不是像石头一样砸出水花。如果你的身边
真的出现了这种突然飞黄腾达的老友，你千万不能跑去问他，老兄，你最近是不是发大财了？或者去打听他的衣服值多少钱？你这么问，等于是在打草惊蛇。一个在刀尖上行走的人，防备心是极重的。你一旦露出探究的底牌，他立刻就会对你产生警觉，甚至会加快对你下手的速度，把你绑上他的战车。表面上你要像什么都没有发现一样，继续跟他谈天说地，聊聊过去的日子。但你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必须是关起门来，把你们之间所有的账目、所有的资金往来清清楚楚地查一遍。如果他手里拿着你的钱，或者欠着你的债，你必须要用一个最自然、最无可辩驳的理由，尽快把属于你的东西收回来。你可以放下身段，表现得极其焦急和痛苦。你可以跟他说：“老朋友，这次你无论如何得帮我一把。孙子突然查出疾病，急需一笔去国外做手术的保证金。我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你之前拿走周转的那笔钱，能不能先凑给我救命？”你要比他更急，比他更惨。记住，在人性的悬崖边上，保全资产永远比保全面子更重要。在对方面露狰狞，对你下手之前，把属于你的血汗钱安全地收回口袋，这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宁可损失一点面子，哪怕让他觉得你这个人没见过世面，胆小怕事，你也必须死死守住自己的根本。讲到这里，我讲了用华丽迷惑人心的，讲了用寒酸绑架善良的，也讲了这种老有突变，让人防不胜防的陷阱。有些朋友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心里发凉，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处处都是算计，是不是所有人都不值得信任？是不是到了晚年，我们只能紧紧捂着钱包，把所有人都推开，关起门来孤独地过完余生？我完全理解这种感受。人在经历过世态炎凉后，最本能的反应就是竖起高墙。但我必须非常诚恳地告诉你们，如果你因为害怕被骗，就切断了与这个世界的所有深层联系，那你损失的将比被骗走几笔钱还要多得多。人是不能没有真正的朋友的，特别是当我们渐渐老去，身边的圈子越来越小，这种孤立无援的冷清，是哪怕你卡里有再多的存款也无法填补的黑洞。我们需要一双慧眼去识破小人，但我们更需要这双慧眼去找到那个真正值得托付真心的人，那个能帮你守住家族福报，在你最需要支撑时绝不会后退半步的真君子。那么这个真正值得你用后半辈子去深交的人，他身上穿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衣服？躲开了金表西装和破衣烂衫，那些穿着传统服饰、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就真的是好人了吗？答案可能会再次出乎你的意料。一个内心真正澄明、真正值得你用后半生去结交的君子，他身上穿的究竟是什么？晚清名臣曾国藩是历史上公认的识人大师。我早年做生意，常常翻看他留下的文字。有一回，李鸿章带着3个年轻人来拜见曾国藩，想请这位老师傅长眼看一看，这3人中谁有大将之才。曾国藩没有立刻出去迎客，而是先站到屏风后面，静静地观察这3个在大厅等候的年轻人。第一个人穿着极其华丽的锦缎长袍，手里拿着极其考究的折扇，可是他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眼神里掩饰不住浮躁，不停地打量厅堂里珍贵的摆设，甚至暗暗与另外2人较劲。曾国藩心里立刻有了判断，此人心浮气躁，贪图富贵，一旦遇到更大的诱惑，必然动摇，绝对不可重用。第二个人穿得破破烂烂，衣服上还打着几块显眼的补丁，他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喘，把自己表现得极其可怜，极其恭敬，仿佛连踩在曾府的地砖上都觉得诚惶诚恐。曾国藩看了看，轻轻摇了摇头。真正有大志向的人，绝不会用这种刻意示弱、作践自己的方式来博取上位者的同情，这是极深的心机与伪装。一旦把权力交给他，日后必成大患。唯独第3个人让曾国藩的目光久久停了下来。
这个年轻人穿的是一身极其普通的青色棉布长袍，这件衣服既不华贵也不破旧，但有一点极其难得，这件普通的棉布衣裳洗得极干净，衣领、袖口没有任何长期积累的污垢，衣服上没有一个随意的褶皱。他就静静地站在大厅中央，不看周围的繁华，也不表现出任何局促，眼神清澈而稳定，不卑不亢。曾国藩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直接指着这个人对李鸿章说：“就是他，此人定力过人，心胸宽广，假以时日，必成大器。”这个穿着干净棉布长袍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了保卫台湾、击退外敌的一代名将，他就是刘铭传。对于台湾的朋友来说，这个名字绝不陌生。台北的刘铭传路就是为了纪念他。曾国藩看人，从来不看衣服的布料值多少钱，也不看款式是否时髦，他看的是衣服背后那个人对待生活的认真程度和对待自己最基本的尊重。一件普通的旧衣服，如果一个人能长年累月的把它洗得干净、穿得平整，这说明他内心有着极强的秩序感。内心有真正秩序的人，生活不会混乱，待人不会随意，在关键时刻，他也绝不会因为一时的蝇头小利就乱了自己的分寸。这种人做事不会马虎，对人不会敷衍，在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底线。我给大家2个识别真君子最实用的方法，这2个方法我自己用了几十年，在世人交友上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第一，不看价格，只看干净。你去注意他的衣领、袖口、鞋面，哪怕那件衣服已经穿了10几年，洗得有些发白，但只要始终保持着干净整洁，这个人大概率值得你信任。这种对细节的长久用心，是一个人高度自律的体现。连一件不值钱的旧衣服都能用心对待的人，绝不会轻易辜负朋友的重托。他懂得珍惜，更懂得敬畏。第二，不看款式，只看得体。他穿的衣服要跟他的年纪、他的身份、你们所在的场合相符。一个60、70岁的人，穿得端庄、舒适、大方，不非要塞进年轻人的紧身衣里去装嫩，也不去穿戴极其夸张的奢侈品。这叫知道自己是谁，这叫顺应自然。一个人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不追逐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跟他打交道，你永远不用担心他会突然失去理智。我们做生意、交朋友，就像是在大江大河里淘金，洗去浮华的沙子，滤掉阴暗的泥水，最后留下来的往往是最朴素、最不起眼，但却最有分量的真金。当你学会了越过那些华丽的、寒酸的、刻意高深的伪装，去欣赏一件洗得发白的干净旧衣时，你的眼睛才算真正亮了。你看，人的境界也终于从复杂的算计回归到了最本真的成名。到了这个境界，你离那个能守住你晚年福报的人也就越来越近了。我常常看着窗外感慨，岁月是不饶人的。算一算，那些1973年出生的晚辈，到了2026年的此刻，也已经整整53岁了，一转眼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无论是50、60岁，还是像我这样90几岁，我们这一代人正不可避免地走向人生的后半程。在这个阶段，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但心里比谁都清楚，我们面临着一种隐秘而庞大的孤独感。以前的老朋友，有的渐渐失联了，有的在岁月的流逝中走散了。很多朋友现在在台湾、在香港，或者远赴大洋彼岸，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地方。身边的圈子一年比一年小，有些话面对儿女说不出口，怕他们担心；面对外人不能说，怕他们算计。这种孤独是真实的，是哪怕你拥有1000亿身家，也无法用支票填补的黑洞。在这种时候，如果你身边能有一个真正可以信任、可以交底的人，那种脚踩在大地上的踏实感，是这个世界上任何财富都换不来的。那个真正值得深交的人，他不一定会说漂亮的场面话，也不一定能在生意上给你带来多大的利润，但他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你靠近他，会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安定。
就像在一个喧闹、充满算计的集市里，突然找到了一个干净、安静的角落，你可以静下心来感受一下。当你跟这个人坐在一起喝茶时，你不需要刻意去寻找话题，哪怕相对无言，也不会觉得局促，你不会觉得压迫，不会觉得需要防备，更不会觉得有负担。他也许并不富有，也许并不出名，甚至他只是你生命里最不起眼的一个普通老友，但他就像是一件洗得干干净净、贴身穿了许多年的旧棉衣，他不耀眼，但他在最冷的时候能极其妥帖地替你挡住风寒。真正的君子是在你繁花似锦、高朋满座时，默默退到边缘，不抢你的风头，而是在你跌入谷底、最狼狈不堪时，依然穿着那件你最熟悉的干净旧衣服，拉开椅子坐到你面前。他什么都不盘问，只是安静地给你倒满一杯热茶，告诉你别怕，还有我在。